年薪百万和做生意年收入百万，哪个更难？大家觉得哪个更优秀？这么说吧，年薪百万的人如果跟做生意年入百万的人坐一桌，如果是同行业同领域的，如果是那个做生意的，通常是要站起来敬酒的，因为年薪百万是个什么概念呢？基本上是某个大型集团公司的核心部门的一二把手，他能够调动的资源，绝对不是年收入100万的小老板能比的。而且年薪100万意味着他至少要给公司创造出500到1000万的价值，才有可能拿到这个数。所以说，年薪百万的人肯定比做生意年入百万的人更优秀吗？其实我的答案刚好相反。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吧。年薪百万的人是价值的放大器，他依托一个强大的资本、平台和团队系统，将自己的专业能力放大，创造了远超其薪资的价值。他的优秀当然毋庸置疑，是这个系统里效率最高的引擎之一。但是关键在于这个背后有平台的力量，以及企业品牌的加持，不完全是他个人单独创造的，而且利润的所有权和分配权也不属于他，他只能按照市场价领取它作为高级零部件的一个租金。100万的租金嘛，这是一种雇佣关系。但是做生意年入百万的人呢，是所有价值创造与占有者，他搭建了那个价值放大器系统本身，并承担了系统失败的全部风险。资本为何愿意支付百万年薪？因为经过了冷酷的计算，你的可替代成本很高，要找到一个像你一样的能为公司稳定创造千万利润的人非常困难，而且试错成本巨大。支付给你100万是资本效率最大化的一个选择。你的优秀体现在你通过了资本的残酷筛选和性价比的评估，而做生意年入百万，是因为你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，并且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战场上存活了下来，而且实现了盈利啊！你没有经过任何人的考核，你是直接向市场证明了自身的价值。你的优秀体现在你通过了市场的生死考验和自然的选择。资本的筛选固然是苛刻的，但是市场的筛选是毁灭性的。前者的淘汰只是失去了一份工作而已，后者的淘汰则可能是一场人生的灾难。年薪百万是个人能力的顶峰，而做生意年入百万是构建资产能力的起点。前者是在一个已经成型的帝国里当上了总督，位高权重，但是皇帝可以随时罢免他。而后者是自己在一片荒原上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王国，虽然目前只是一个很小的城邦，但是他是那里唯一的王。